皆さん还记得这位厨师 Gray 吗？我们全家在他的店享用了人生第一次的为时3个小时的 omakase。Oh my god， 根本忘不了啊！我是一名老 HR， 能放过他吗？不能啊！对，我要知道他是怎么准备的，他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个性？我们今天就走进他的后厨吧。这就是老板，也是大厨 Gray。你好 ，Gray。你好，你好，欢迎欢迎。好，你在干嘛呢？熬制高汤。对，基本的萃取高汤啊，一些做下午午餐的准备。那你需要一些什么东西来萃取呢？一些食材和器具是什么？食材的话就是海带你可以往这边看，就是海带。海带，然后有放了香菇，跟那个沙丁鱼。然后必须快速的萃取。好的，所以你现在就会把柴鱼放进去吗？是的，必须把一些材料拿上来。高汤是许多菜都需要使用的元素，而每家店的配料各不相同，因此奠定了 Gray 自己的风格。我太太也是很热爱 cooking 哦，以后你们可以大家可以交流交流，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可是这个配方的话，就各个师傅他自己的配方不一样。是的，是的。我太太这位业余的烹饪爱好者和 Gray 专业厨师聊起美食来就一来一往，不亦乐乎，眉飞色舞，完全把我小光头摄影师晾在了一边。你看他们俩呀，其实都是挺内向的人，平时不太爱表达，但说到专业就一下子忘乎所以，完全像是进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一样。味噌其实就是把这个大气萃取出来过后，然后就把味噌放进去，你不能去煮是的，是的，它会变得很咸。是的，只是把它融进去那个高汤就行了。就是要味道好，也要颜值高。他们俩从日式高汤的追求，好像快要谈论到了哲学层面了，这不禁让我也很惭愧我平时怎么就知道好吃不好吃，吃饱了没吃饱，煮熟了还是没煮熟呢？因为它这个就算等于是一个基底嘛，所有的汤类就是面汤味噌汤都是用这个基底煮的，所以用量是挺大的。像我们蒸蛋、西式蛋液，还有做蒸蛋上那个酱汁，是不是也会用到？全都是这个所以它就相当于是我们中式料理的那个高汤嘛，就是一样的法。既然我不专业，就冷眼观察起来。我发现厨师 Gray 他做事首先是讲究清洁。你看他做的汤底也是清清沉沉，他所使用过的桌面台面也是干干净净，甚至于达到了一尘不染，可以反光的这种程度。老板，看你所有的器具都是干干净净，像新的一样，没有使用过的痕迹这是日料里面的这些要求，还是你本人的习惯，就是把一切都维护的这么干净？因为之前做的日料店都是跟着日本师傅要求，对他们的要求就是很高，然后就养成一种习惯了，所以我就很。看到了吧，他真是把清洁做到了极致，不但敢于在后厨做了巨大的一面透明玻璃，擦得干干净净，这样顾客就能够看到他的厨师是如何准备的，对食材食物的安全也感到放心。他自己呢，可以近距离的观察顾客拿到食物的第一反应，来调整自己的出品。这是因为可以比较容易拉近这个跟客人的那个距离感，所以客人可以透过窗口会看到我们在
进行做着什么，然后我也很容易去说观察客人，观察对整个大环境必须观察对。像你这样的一个设置哦，对我们来讲的话，在我们上海就是要非常高级、价位很高的那种高级日料店才会是吗？一般不会那么有大胆，哦，成本很高嘛。是的，是的，后厨维护的特别干净。是的，是的，对，是的，就把后厨就是不给人家看。是的，所以对我就是没这种想法，就是说既然就尝试吧，因为听说好像本地也没有类似这样子，我们也没见过，是的。听到 Gray 的反应吗？哦，是吗？是吧？我就是没有那种想法。你看，我觉得内向的人做事就有一种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他能够坚定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完全不顾外界的噪音。多就遇到熟客他们都会跟你打招呼这样子的，所以其实有拉近跟客人的那个距离感。Almost stop, 金 beautiful. 黄色的汤大概是这样子，清澈的。Very nice. 看到这2把锃亮的刀具了吧？接下来 Gray 要为我们演示更加过硬的功夫啦，那就是处理鱼肉。大概3.7、8公斤左右，然后是1 kg 没放血了。除了清洁，我终于发现 Gray 老板的第2个特点，那就是整洁。你看他的器具多整洁啊！您自己看看吧，这些炊具、器皿、调料、刀具，各自有各自的位置，好像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士兵，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儿，高昂地挺着头，一副傲娇的样子。薄膜在上面的，比如说麻鸡啦、坎巴鸡啦、沙巴鱼啦。好，闲聊结束 ，Gray 马上就要录一首了，带有一些独特的气味了。处理鱼这事情，我以前总是以为会有厨房的这种 assistant 帮你做，原来这都是要主厨自己做。现在其实也没有，就是如果是你能训练起来，就是看你那个构造嘛，你厨房的构造。如果你能请更多人就负责不一样的那个位置的话，就你可以细分嘛。Gray 先要小心翼翼地去除这条青鱼的鳞片，正在取鳞片了。因为这种薄的话，你用那个刮鳞器，它不是那么干净，所以我们还是直接用刀就把它片下来。所以它这鱼确实是新鲜度很高，因为如果不高的话，那种鳞片都会掉下来了哈。是的，是的。上海那些日本料理店都很害怕，然后那种哪怕是很高级的日料店，门口也要贴出来说自己的食材没有一样是从日本来的是吗？对，所有都列出来，然后我们就发现，比如说一些贝类，什么北极贝之类的，竟然是从中国山东来的。然后那些鱼生之类的，全部是北欧啦，那种丹麦这种地方过来的就是一个日料店所有的食材没有一样是从日本来的。因为中国，而且就是从排放污水之后就禁止所有的农产品日本的农产品。对，那你们在马来西亚有碰到这种挑战吗？马来西亚相对的话还比较好，因为政府也没说，政府说他密切关注那个走向嘛。供应商方面呢，他们也是安全合格的那个品控下才发货的。主厨就是不一样，连用这个厨房纸巾的用量也比我们平时要在家里自己烧饭要大很多，毫不犹豫，为了要处理干净。这也是卫生考量嘛。Gray 在处理鱼的时候应付着我们的谈话，其实我知道他早就进入了一种全神贯注的心流。他的工作很辛苦，是几倍于餐馆开业的时间，全年无休。我一般9点左右就在店里了，因为
要售货嘛，就比如说这些海鲜的，我都让他们提早送货，然后到晚上结束为止吧。结束几点？一般的话都是10点半、11点。天哪！是的。你这做老板、做厨师，然后还加班，天天加班。天天加班，开始开膛破肚咯。我发现 Gray 已经把他的功夫练到炉火纯青，一刀下去，一转一提，整个开膛破肚就完成了。Correct？ One knife, nice. 3, 2, 1, jom.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One knife again. Uncle William say, good. 像这种食材的话，它卖给你是按照这个重量来给你称的吗？是的，是一条一条，按公斤。但是你的损耗，比如说这些内脏，有一些就要扔掉，还有尾巴之类的。是的，所以它损耗是很大。的确。那我们看到美美的一盘刺身上桌，就是那么几块，然后会觉得好贵，但是背后就是很多皮啊、内脏啊、头跟尾啊都不要。是的，还有一些部位，比如说尾巴部位啊，它就带那个它的那个筋比较多，所以基本上也不会拿去做沙西米了。冲洗和擦拭干净之后，老板开始清理细小的血丝和筋膜。这些处理完以后，他会把鱼片开，变成一片一片的生鱼片。富有终于把鱼片开了。除了 Gray 把厨房搞得很清洁，维持着很整洁的器皿，我发现还有一个洁，就是纯洁。这里我想说的是他的内心。你看他实质上是一个内向的人，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全神贯注的在自己的食材上。Gray 也是在新加坡工作了20年的老厨师了，40岁回到大马开始创业，他一心只想着怎么样再去拿到更好的食材，怎么样做出独特的食品，怎么样把它们交付到顾客的手上，看到他们那种满意的微笑，好像这一点就让他感到满足了。对了，你也可以点击右上角去看 Gray 为我们放题制作的 Omakase， 了解他真正的未被释放的实力。今天我带你走进一家普通的日料餐厅的后厨，更带你走入厨师的内心。整洁、清洁、纯洁是我对他的总结，但是我还是不会放过 Gray。下一次呢，我想要和他去做一个1对1的访谈，更加深入的挖掘他的成长路程和心路历程。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一再说，我一直被大马这样多千千万万个 SME 小老板他们认真做事的精神所着迷，我要把他们找出来、挖出来、呈现出来给您看。也希望你可以点个赞，鼓励一下